回家了。何经理，你已经连续加班2天2夜了，也该回去休息了，注意身体啊。老婆，老公，我好了，我开车把人撞死了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可不可以替我顶罪？什么？你撞死人了？老婆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何经理，这可是要坐牢的，疼媳妇儿可不这么疼的，你可千万别当冤大头啊！是啊，何经理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那可是我老婆，作为丈夫，我应该为她付出一切。起来。老公，你真的愿意替我顶罪吗？放心吧，人是我撞的，和你无关。老公，下辈子我还嫁给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快，拍手吧，不要闹！是不是撞的？是你撞人了？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人不是我儿子撞的。警察同志，我儿子从昨天晚上就在加班，到今天下班都在公司，你们可一定要调查清楚啊！肇事的就是这辆车，你们儿子就坐在车里，竟然还拍照片了！原来在救护车上呢，看这被撞的技术不行啊！这一个顶梁柱就这么没了，人家家老小怎么活呀？不是这样的，警察同志，不是我儿子撞的人。儿子，妈，世军，爸知道车是焦蕊开的，爸也知道你很爱焦蕊，凡事都依着她，可这是一条人命啊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会坐牢的呀？儿子，你要坐了牢，叫我和你爸该怎么活呀？焦蕊没开车，车是我开的。没错，是我撞的人。果然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就不管我和你妈的死活了，你个畜生！姓名：何世军，年龄36岁。 2025年1月20号下午4时50分，在腾方路1来前路交叉，你驾驶一辆奔驰撞死外卖员陈峰，你可认罪？肇事者不是何世军先生。你好，我是当事人的律师。案发时何先生并不在现场，他的同事都可以为他作证。是吗？警察同志，这个我可以作证。何经理已经连续加班2天了，从未出过公司大门，更不用说撞人了。你们说的那辆奔驰是何经理卖给他老婆王娇蕊的，何经理从未开过那辆车。是他老婆王娇蕊撞的人，逼着我们何经理顶罪的。对呀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是这样吗？警察同志，我的当事人爱妻心切，所以才稀里糊涂的给认了罪。你们还是派人把王娇蕊给抓起来吧。等等，我知道公司的项目离不开我，你们跟我共事多年，也有了感情，但是我犯了罪就得认，你们怎么可以做伪证呢？何经理，好了，刚刚你们说可以证明案发当时我在公司，那你们有视频证据吗？这你好，帮我调取荣盛集团的监控。什么？那个时间段的监控缺失？监控怎么会缺失啊？是啊，哪有好巧不巧，偏偏就丢了那段时间的。同志，再派查查吧。够了，这里不是公司，容不得你们大呼小叫的。都回去吧，项目到了关键的时刻，时间不等人。何经理，回去。何世军，你知不知道被撞者已经不治身亡了？是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他的家人。陈峰的家属不愿意签谅结束，你可是要坐牢的，20年。超速、闯红灯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何世军，明明人不是你撞的，你非得认罪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丛律师，请控制你自己的情绪。好，那我需要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下。
电视上是王娇蕊开的，你们为什么都说是我儿子开车撞人呀？真不是我儿子撞死的人，你们怎么不调查清楚呢？儿子，妈，你们怎么成这样子？叔叔阿姨为了你一夜白头。何世军，你确定你还要为那个女人顶罪吗？这可是要判20年的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没骨气的孩子？你知道坐20年牢意味着什么吗？你整个人生都毁了。世军，我们知道撞人的不是你，有什么事实说出来好不好？冯律师会帮助我们的。不，是我撞的。这些年，你对王娇蕊够好的了。家里卫生不搞，饭也不做，一回家就知道玩手机。你工作忙碌一天，回去又要做家务，又要教导朵朵学习，而他不是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骑行，就是去野营。娇蕊，我们给你拿的鸭蛋，自家养的鸭子有营养，看。你们两个老东西，再敢拿这些破烂到我家，以后都不要进这个门。世君啊，娇蕊对我和你爸一点都不尊敬，你平时宠着他，我们都不会说什么。可是撞死人这件事，你说什么都不能担罪呀。这里也没有其他人，你要是有什么苦衷，就跟爸妈说好吗？妈，对了，我让您帮我给受害者家属的50万，你有送过去吗？何世军，你受害人是个外卖员，家里本来就没什么钱，还留下妻子跟上小学的儿子，孤儿寡母的，我不能拨款。给了，把钱都给了。那就好。你还有脸来？哎，爸，别冲动，这是警局。我就是来看看世军的，感谢他把娇蕊照顾得很好，就连人命关天的事他也敢负责，真不愧是绝世好男人啊！世军，多谢你帮了我，我不会忘记你。当然了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当然事事宠着你啊。你这不是宠老婆，你这是在当冤大头！你看看你老婆都和别人搞到一起了。儿子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他哪里还有老婆的样子？爸妈，肖蕊跟杨烨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感情肯定很好，所以我相信焦蕊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。焦蕊，你说是吧？还是世军你懂我，我和杨烨哥哥的确是清白的。即使我们家世军信你，可你身为有夫之妇，也知道避嫌呀。当着自己老公的面，还握着其他男人的手，还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我咋就不信呢？关键是她老公信啊！人是你种，为什么要诬陷我儿子，让我儿子替你顶罪？这可是你儿子自己心甘情愿的，我不同意都不行。谁让他爱我爱得发疯呢？你都不怕报应？现在木已成舟，是他自己要负责到底的。就算在警察局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呀。老东西，你不会是要录音吧？告诉你，这可是没用的。放心吧，这牢我坐定了。算你识相，赶紧离开这个没人性的妈妈！不，我不去，他是杀人犯。豆豆，你在说什么？他是杀人犯，你是杀人犯的妈，你不是我奶奶，你不是我奶奶。老婆子，老婆子。老婆子，你心脏不好，别生气了，快起来！朵朵，我和你奶奶还有你爸那么疼你，你怎么能推你奶奶呢？
我没有你们这种杀人犯的亲人。平日里朵朵要什么，我爸妈都会答应，给她最好的。没想到是个白眼狼。焦蕊，你这是离婚协议？我儿子替你顶罪，你跑来跟他离婚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何世军，如果你还算个男人，就把这离婚协议签了，你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？你们想得美！就是离婚，净身出户的也是你这种没皮没脸的女人。你都要坐牢了，不跟你离婚，我和朵朵怎么办？你不是要负责到底吗？那就把财产留给我跟朵朵，否则你就是不爱我。这就是你来的目的吗？王焦蕊，亏我还以为你今天来看世军，总还是有点良心发现，没想到你是带个野男人来抢财产的。他都要坐牢了，难道叫我跟朵朵跟着他受苦吗？世军，我希望你做一回男人。儿子，你绝对不能签字。你真的想跟我离婚吗？我记得我们俩是大学时候认识的，那时候你父亲酗酒，母亲好赌，弟弟不学无术，家里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。是你跟我恋爱后，才能安心的吃上饭。大学毕业，我们准备结婚，你母亲张口就要50万的彩礼，房子还要写上你的名字，还要给你弟弟找一个好工作。婚前协议上要写上我承包所有的家务，这些我都一口答应了。结婚10多年，我对你百依百顺，在公司里面我是有名的宠妻狂魔，甚至这次我都愿意为你顶罪。而你呢？你却来跟我离婚。儿子，你看清楚了，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眼睛进沙子了，焦蕊帮我吹呢。杨烨眼睛进沙子了，你乱生什么气啊？一点度量都没有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应该知道，你坐牢了，会影响朵朵的成长跟教育。朵朵不能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，否则她在学校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和欺负，长大了也没法考公，甚至谈恋爱都是问题。你不能让朵朵因为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而成为不良少女吧？确实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不能影响朵朵的成长。孩子，你想干什么？那你就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净身出户好不好？这也是爱我的一种方式嘛。他为你顶罪，这还没入狱呢，你就想带着他的财产去改嫁，你这个毒妇！我也没说要改嫁呀，他都要坐牢了，那财产不给我跟朵朵，那给谁啊？难道让我们母女俩饿死啊？你就是个坏人，你杀了人，你不配做我爸爸。你要是不签，你就对不起妈妈。朵朵，爸爸不是杀人犯，他是替妈妈顶罪的呀。他就是个杀人犯，他撞死了那个外卖员叔叔，他儿子才6岁，多可怜呢。杨叔叔才是我爸爸。那以后就叫杨叔叔爸爸。爸爸，嗨，真是乖女儿呀！你赶紧签吧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把财产给我，我会好好把女儿抚养长大的。空了，我也会带她去看你。他不会来看你的，他这么说就是骗你签这个离婚协议的，你可千万不敢糊涂啊！儿子，你千万不能签呀！好，我签。
王娇蕊，如你所愿，我净身出户。儿啊，你是真傻呀！世上的好女人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为这种女人付出一切呀？爸，你不懂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。何先生，请恕我直言，这种离婚协议，傻子都不会签。像这样的男人根本不配拥有女人。你们看看，这女人连奸夫都带过来了，这个男的连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真是个千年老王八，笑死了！这女的啊，摆明了就是拿着钱财跟着奸夫出去潇洒，这男的竟然还愿意净身出户，哎呀！这男人难道有什么把柄落在这荡妇手里？否则我实在是想不通。何先生遵纪守法，还多次为福利院捐款，他能有什么把柄？那就是他根本没什么钱，甚至可能负债累累，这才签了协议。恰恰相反，何先生不仅没有负债，他名下还有一套500万的房子，以及500万的存款。那他为什么给人顶罪？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太可笑了，都看得出这女的已经是多次出轨了，他还愿意把财产给他。要我看呀，这捞女和这千年王八还真是绝配。他就是个绿帽爱好者，真给男人丢脸。他真的签了。杨烨哥哥，这一天我等了15年。你吧，探视时间结束，大家都请回吧。太好了，杀人犯要伏法了。先把我爸妈带出去。朵朵，你先到门口等妈妈。何世军，实话告诉你，跟了你15年，还不如我跟杨烨哥哥的一夜快活。既然你那么爱我，那就祝福我们吧。好啊，祝福你们双宿双飞。杨烨哥哥，我终于踹开了何世军那个恶心的窝囊废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你会一直对我好的吧？放心，我保证，我每一天都会像今天一样的对你好。爱你哦。我才不是什么绿帽爱好者呢，谁愿意坐牢呢？之所以那么做，是因为世军，妈，世军呀，昨天王娇蕊和那个男人就搬进了你们的婚房，你的奔驰车，他们开着到处炫耀。你看看，你替他坐20年牢，他却跟别的男人在外面逍遥快活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。妈，您身体不好，就先回家休息吧。啊，走。何先生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王娇蕊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她知道错了，并承认陈峰是她撞死的，她还要报警并翻案。这一刻终于来了。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娇蕊为什么突然愿意翻案？冯律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大傻子，绝世大冤种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快告诉我原因啊！好，那你先帮我查一下，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，王娇蕊才愿意翻案的？好，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刚才我来看你，刚走到门口，他就打来了电话。我现在就问问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？爱你哦。你们都得给我老公跪下！还是那辆奔驰车，同样的地点，可这回奔驰车被大货车碾压，当场包围。杨烨因为失血过多，重度昏迷，已经过去5、6个小时了，还在抢救中。至于王娇蕊，半身不遂。我估计王娇蕊就是接受不了下半辈子都要坐轮椅的事实，心神失控，这才给我打来电话。怪不得看她前言不搭后语，嚎啕大哭。
你知道是谁撞的王娇蕊和杨烨吗？你肯定猜不到。陈峰的妻子吴婷。你怎么知道？吴婷的老公虽然是个外卖员，钱也赚的不多，但是他们2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很是恩爱。她无法接受老公的死亡，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。没错，她的邻居都说她疯了。就在今天，她还借了一辆大货车，说是要去给她老公买棺材办追悼会，结果在路上就把王娇蕊和杨烨给撞了。这是车祸现场的视频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老公，你在那边别怕，我马上就去找你了。也是怪可怜的，看样子他一开始就是冲着王娇蕊和杨烨的命去的。天道好轮回啊！陈峰遭受飞来横祸，他的老婆接受不了丧夫之痛，竟然走上了这样的道路。何先生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你不用自责。罪魁祸首是王娇蕊，报应降临在她的身上，那也是罪有应得。你知道吗？原本吴婷的报复是落在我身上。啊？原本吴婷的报复是落在我身上的。啊？没有人知道我重活了一次。我把王娇蕊捧在手心，她却早已背叛我，而且是多次跟她所谓的男闺蜜杨烨开房，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们。喂，老公，我好了，我开车把人撞死了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可不可以替我顶罪？王小蕊，你背着我搞男人，现在撞死人了，还想让我跟你顶罪？这个荡妇怎么不去死啊？王娇蕊被判了20年。王娇蕊被判了20年，当时杨烨也在车上，行车中2人激吻，这才撞死了陈峰。杨烨也没有逃脱责任，判了6个月。你给我死！王娇蕊坐牢了，那我只有撞死她的男人。可就是因为王娇蕊坐了牢，反逃过一劫，我却成了替死鬼。别怕，我马上就来找你了，老公。上一次我就这么死了，老天爷却给了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何先生，何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替王娇蕊坐牢，吴婷就只能找到她了。何经理，该回家了。何经理，你已经连续加班2天2夜了，该回去休息了，注意身体啊！我重生了。老婆，老公，我好了，我开车把人撞死了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可不可以替我顶罪？重活一世，绝不能让悲剧重演，我当然要帮你顶罪了。什么？老婆，你撞死人了？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什么？老婆，你撞死人了？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没有立即去事发现场，而是对公司的监控动了手脚。同事为我做不在场证明，可视频缺失，口说无凭。我必须去坐牢，留奸夫淫妇杨烨和王娇蕊在外去接受受害者妻子的审判。无论家人朋友如何骂我，甚至被人讥笑为绿帽2号手、千年老王八，我都一口咬定是我撞了人。
哪怕后来王娇蕊和杨烨要我净身出户，把财产留给他们，我也咬牙答应净身出户。终于，让我等到了这一刻。王娇蕊这个黑心女人也是应了现世报。何先生，你就别再难过了。董律师，我想翻案。翻案？你亲口承认是你开车撞的陈峰，几乎已经定性。如果只凭王娇蕊打的那通电话，恕我直言，很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争取，尽量从轻。假如我有证据，可以让我翻案。什么？你有证据？对，我有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。那太好了，证据在哪？你快给我。王娇蕊说想见你，请你看在朵朵的面子上。何先生，你要见她吗？不见。老公，你都不愿意见我了，难道真的不爱我了吗？不见。老公，你都不愿意见我了，难道真的不爱我了吗？爱你？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，我还不够爱你吗？上学的时候，你的生活费都是我勤工俭学赚来的。毕业后我们结婚，我不但满足了你和你家人无理的要求，我还给了你富足的生活。你说你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家，所以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父母还在乡下呢。就因为我爱你，就因为我爱你，我父母一夜白了头。王小蕊，我还不够爱你吗？世勋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爱你。世勋，你再爱我一次好不好？再爱一次，就这一次。小蕊，你可真把我当傻子了。爸爸，你怎么能打妈妈呢？她都太坏了。朵朵啊，不怪你爸爸，都是妈妈不好，伤了爸爸的心。可是你都这样了，先忍着疼痛，让我把你推过来看爸爸。谁让妈妈放心不下你爸爸呢？他一个人关在这儿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一想到这儿，我这个心就像被针扎的一样。可是你爱他，他不爱你了。没关系的，多多，都是妈妈的错。妈妈，多多，这样的把戏，你们两个可真是驾轻就熟啊！如果放在以前的话，只要你们两个这样，我什么都会答应。可是现在，别恶心我。世君，你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你怎么能说朵朵呢？朵朵，扶我起来。妈，快扶我！世君，对不起。这不是那个和姘头合伙坑骗老公的女人吗？就是她，她自己老公马上判刑了，带着姘头过来离婚，还逼着人家净身出户。而且我听说那男的是给她顶罪的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居然来认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真心诚意来认错的。你们看看，都半身不遂了，多可怜嘛！
是啊，这时候最能见真情了。要我说啊，就原谅他吧。原谅他了。世君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爸爸，你快原谅妈妈吧。何先生，我们得赶紧把新证据递交上去。王江蕊，你就少在这虚情假意了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重新开始？对，我们复婚吧。昨天离婚态度很坚决啊，怎么现在又跑来复婚啊？爸爸妈妈都说自己错了。世君，在我的心里，永远只有你。心里只有他，那哪来的姘头啊？怕不是他知道自己半身不遂，又想起了冤大头，不想放弃长期饭票吧？世君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可我是真心想要复婚的。你就算不为我考虑，你也要想想朵朵。人家都说了，夫妻离婚，受伤最大的就是孩子呀。我这个将要面临牢狱之灾的人，会毁了他一辈子的，这是你们说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没有完整的家庭，对朵朵的伤害更大呀。世君，朵朵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，身边需要有人照顾。我是站不起来了，可我还能照顾人呀。世君，朵朵的爷爷奶奶一夜之间白了头，我这个姓邱的呀，以前是我不懂事。世君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他们二老吧。经历过这一次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没有什么比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重要。世君，你说是吧？上有老下有小，他能这么想，或许真心会改吧。或许只有复婚对这个家庭才是最好的选择吧。我早就说了嘛，这女人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？到头来啊，还不是为了老人和孩子考虑。谁说不是呢？女人就是命苦。我爸妈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是要我跟你复婚，门都没有。世君，他竟然不同意啊！可能被伤害的太深了吧？什么伤害啊？他心里根本没有爹妈，没有女儿，更没有他自己的妻子啊！他呀，就是个自私鬼。瞧瞧他那冷漠的样子，心是铁打的不成？这么无情，这么冷漠。冯律师，走，我们去提交证据。好。世君，你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冷血，我无情。那好，我就当众揭开你披在身上的假皮，大家都看看你的真面目。我能有什么真面目啊？无非是在最好的年华瘫坐轮椅，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可是我一点都不冤，全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世君，你是同意复婚了吗？年纪轻轻坐上轮椅，的确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可是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你非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吗？朵朵，既然你爸爸这么绝情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只是苦了你了。妈妈，我不怕苦。我们离婚，我净身出户，你现在又来跟我复婚，怎么？你的杨业哥哥对你不好吗？爸爸，杨叔叔他和妈妈分手了。哦，王娇蕊，杨业跟你分手了？哎呀，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快说呀！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杨业跟你一起出的车祸，你半身不遂了，他现在至今还没有抢救，或者说已经死在手术台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闭嘴！不准你诅咒我的杨业哥哥！他还在抢救，就算你先死，他也不会先死。妈，世君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因为那个女人有大病，我只是不小心撞死了她老公罢了，她却要撞死我和杨业哥哥。杨业哥哥现在情况特别不好，朵
多个脏器衰竭，需要很多的治疗费。我又成了这样，所以，你就想把我这个长期饭票再捡起来，对吧？我的老天爷嘞！亏我还以为他回心转意了，哪成想还是想利用他的前夫啊！过分了啊！你逮着一个人好，你好歹换一个呀！哎呀，这王娇蕊连我都快看不下去。世君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你打！滚！别脏了我的手，我嫌恶心。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损失最大的是我，好吗？你最多失去20年的自由。如果杨业哥哥死了，我失去的可是这一生最珍贵的爱情。去你妈的爱情！走。你又在耍什么把戏啊？明天就要开庭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答应复婚，我替你翻案，否则这20年的牢你坐定了。你帮我翻案，那是不是我还得帮你照顾你的杨业哥哥呀？没错，手术费还有后续疗养费，就你那500万的存款根本不够呀，也只有你有能力承担。那我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。我帮你翻案，你恢复自由，我去坐牢。等我出来了，我们还是夫妻，可以一起照顾杨业哥哥。你看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王小姐，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女人。到时候我和杨业哥哥，还有你，我们一家3口，还有朵朵，我们一家4口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。你跟杨业都给我去死！到了阴曹地府，你们就是一家2口，过得更幸福。你不同意是吧？这女人实在太恶毒了吧！那能怎么办呀？也只有她能给何然翻案啊。除非何先生答应复婚并同意照顾杨业，要不然这只能是死局了。何世君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只有这一条路，那就是跟我复婚。谁跟你说过只有一条路的？这就是我的不在场证据。这就是我的不在场证据。有不在场证据？哟，他竟然留了一手，看来不傻呀。既然不信任，为什么要顶罪？又为什么在今天拿出证据？不过，如果他不顶罪的话，外面人妻子撞死的就是他了。这阴差阳错的，反而让他躲过一劫。你是在诓我，对不对？我给这把人撞死了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可不可以替我顶罪呢？冯律师，这个视频足够让我重获自由了。这个视频足够让我重获自由了。当然，何先生，你今天就可以回家了。明明何世君都替我顶罪了，我挺那个疯女人，你去找何世君啊！你找我和杨业哥哥干什么？这就叫恶有恶报。如果当时我没有找你顶罪，自己去自首，那样撞的就是你了。爸爸，待会儿咱们一起去吃火锅吧，庆祝你重获自由。你的爸爸应该是杨业才对。你就是个坏人，你杀了人，你不配做我爸爸。杨叔叔才是我爸爸。那只是孩子的一时气话，你怨我就算了，你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？那只是孩子的一时气话，你怨我就算了，你跟一个孩子较什么真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，你不能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就不要他了吧？我以为王娇蕊够坏了，没想到这男的更狠，真是蛇鼠一窝呀！王娇蕊也就生活上不检点了些，可她还是爱孩子的呀。这个姓何的就不是个人。何世君，我说你冷血无情有错了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。谁说他是我的孩子啊？何世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养了13年的孩子，竟然不是我的！娇蕊，你这个人尽可夫的贱货！我怎么会有金丝
鉴定，你怎么会去做亲子鉴定？爸爸，小朋友，你应该到医院手术台去找你的爸爸呀。世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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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君！王娇蕊被判了20年，杨烨死在了手术台上，这可能就是现世报吧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庆祝你重获新生，不如今晚去我家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你尝尝我的厨艺。好，出发。